嗨嗨，红鱼帮，你又来了。我今天现在在测试直播啦，在测试直播，那个没办法点观众的那个留言，还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了解一下。应该我要准备到9点吧，我也不知道。你有打篮球吗？嘿，你怎么知道？我大学有打篮球，大学有打篮球。嗯，怎么了？你要借我打球吗？你当球哦？嗯，哎，我看起来有打篮球的样子哦。这是怎么什么感觉出来？我现在已经转行了，现在打羽球。D9X death. 嗯，我身材看起来是不错。等一下，哎，你的那个怎么会跳出来？我的吗？不是，哎，我身材看起来是不错，没有吧？D9X death. 来台中一起打球。哎呦，我大学有打，但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打的特别好，应该不算打的特别好。这个篮球这个运动还是有一点吃那个基本素质啊，基本素质没有特别好。那、你有打篮球吗？你打几年了？奇怪，他今天打字会自己直接出来，哎，你的打字我都没有按，它会自己跳出来，了解一下原因。20年，你打篮球打20年，那有一点强啊，有一点强啊。你是打3打3还是打5打5的？应该出社会要打5打5比较难吧？好像都是要那种，就是要租场地的。哦，3打3，台中哦，台中我知道蛮多地方可以打，很多什么桥下或者是什么中兴大学吗？是吗？中兴，你是在中兴打吗？是，哎，我今天不会点那个，哎，我今天不知道怎么用那个选边的打字。你在中兴打了20年哦，那你很狠哎，只是感觉3打3有一点那个更吃什么身材比例，五打5的话，至少可以分配给各种位置。那你是高的吗？还是你是壮的？哎，出来了，可以点了。请问你，我目前在存0052级 QQQ 哦，16870，哎，那你的数值跟我差不多哎，跟我差不多哎，跟我大学打的时候差不多。我现在再胖一点，但身高可以差不多。那你有在健身吗？还是你就是打球而已？0052级 QQQ 哦，哎，我上一次的直播，你好像没有参与到，对不对？就是我有好像就是你啊，就是你问我的吗？还是忘记是谁了？他问我一个股票能不能长期持有的问题。这个那个我会开一个直播不是啊，开一个
会拍个影片去讲，就是怎么样的 ETF 或是股票可以长期持有这个问题。只有打球，对啊，打球比较快乐，好像会变成自己跳出来。好了好了，我先准备一下今天的，我可以先聊天了。那你有打球，你应该也有在看 NBA 对不对？NBA 我之前会看，但是现在就是只有追一些精华而已。我最近那个什么，我刚开始以为那个打球都是很吃身材比例啊，但是那个 Stephen Curry 就打那个什么去了，打破我的想象了。马刺，我有看到一个精华，就是什么 Curry 一直被犯规吧，还是怎样的，然后那个 Stephen Curry 就很不爽，好像连2次吃什么黑哨，然后他最后他那个 Stephen Curry 被驱逐出场。你们礼拜六都在干嘛？你今天有去打球吗？天气那么冷，打得动吗？我大学的时候有加入球队啊，我那个冬天练球是真的冷。哎呦，那你很强哎。那通常打个1、2局，基本上就热开了。但打篮球是真的很容易受伤的运动哎。早上6点到9点，然后6点爬起来，冷死了。你现在是财富自由吗？你要上班吗？还是那个热血把你叫醒的？嗯，好，固定6日打。那你平日几点上班？早9到6，这样你等于说打球，你比上班还勤呢。那个什么，我什么之前暑假还是什么6日也会有什么国中同学找我去打球，那真的要爬起来都很辛苦哎。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打球的斗志要爬起来。之前我们什么那个球队也会什么晨练，但那个晨练通常只有1、2次会成功，后面大家都不会起床。哎，那你大学的时候有打球队吗？那你大学应该没有很久吧？跟我差不多吧？目前还在存股0052加 QQQ 努力中。OK，我今天可能可以帮你看一下0052，哎，可以帮你看0052跟 QQ。那你知道0052是在投资什么吗？还是你不知道？有打球队哦。那其实你可以去找那个啊，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台中有没有就是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好像是公司或是什么那种社会球队，他们会去租场地，然后可以打五，那就是要花一点钱呢、因为我现在我现在换打羽毛球，我现在打羽毛球，那个这礼拜才把那个球线打断，要去重穿。005270%台积电，哇塞！那你知道0052怎么选到那些股票的吗？这也是我下一个影片会拍的内容。科技就是我今天会在准备那个 ETF 的内容，今天也可以帮你看一下是怎么那个0052是怎么选的。
结果我不能自己打字，自己把我的字按出来，再研究一下。目前都是科技为主，20年来退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存的？今年吗？今年开始存股。70%台积电，台股的 ETF 如果是那个市值型的，2025 5月退休这个话题其实很大，就我也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退休也可以再聊一下，也可以聊一下。就是退休其实也有一些那个财经的财务的论文在讨论退休这件事情，然后退休又有分很多种类型的退休，就是最简单的就是那什么叫4%法则，其他就是4%法则的变形。你们有听过4%法则吗？就是退休的一个指标吧，算一个指标，就是要是你有达到这个，你就是可以退休。有，哎，那你快完成了吗？退休哦，其实我真还没有想过退休会干嘛？退休会干嘛？退休天天打球，当那个球场的老球皮，对不对？那种也是有那种阿北，那种都待球场的，然后他们退休后打那个3打3，就一直那边射外线，真的是他们都不会跟你挤内线，就是一直射外线，就把你射爆，射到那个篮筐都已经变成他家的了。拜尔4%法则是实现财务独立，没错没错。哎，那你也是懂4%法则。但其实4%法则的最大的原则还是在你退休后每年的花费需要多少了。因为它也有点吃那个你需要花多少钱，像是如果你有家庭啊，你有什么一些什么疾病啊，那种不同的开支都会不一样。60万乘以25，60万乘以25，1500万，应该感觉看物欲啊，物欲好像也不高，但是有家庭可能就要另外算，那个难度可能就提升了。但我去认真想一想，其实台湾人都很有钱他整天那个路上都看到什么保时捷啊，什么那一堆特斯拉，一堆什么豪车在跑，要存到那样的钱是真的不容易啊。滑雪，你有在滑雪？日本那种吗？北海道滑雪吗？日本常驻啊？你的梦想吗？你在讲你的梦想吗？最近也有朋友在跟我说，想要去当什么滑雪教练呢。我在那个 YouTube 打算YouTube 上，然后刚我的观众，我去看了一下他的频道，他也有想说，他把什么科技业的工作辞掉，去当什么那个滑雪店的教练。那你知道台湾有那种滑雪的那种店可以玩吗？我没有玩过滑雪，但是就是，有一个滑雪机吧，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也具体也没看过滑雪机长什么样子，但就是可以在室内滑雪。
未来打算日本哦，只是长久要住在另一个国家，好像又是另一个话题耶。就是要拿每一个地方的永居啊，或是就是如果一直拿签证过去是可以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每几年就回国一次，每几年就我不知道那个签证多久。但是一般要到另一个国家要有那个什么永居的签证啊，蛮难的吧？短期之内你可以去那边念一个什么语言学校，但是长期要待在那个地方，讲到方法最好的就是这只有直接去那边找一个老婆，找一个樱花妹，2到3个月日本换一个地方。哦，你说拿那个旅游签，然后就2到3个月就回台湾，然后再过去这样吗？还是直接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你就找那个 Airbnb 对不对？哎，每个地方给他定一个，2、3个月就定一个，2、3个月就定一个，然后就日本各个地方玩。可是语言要通嘛？你会日文吗？你会日文吗？那个日文，孔巴哇，孔巴哇，不会，不会，不会，那你也想去？哦，有 AI 哦，对对对，确实，知道那个最新的 AirPod 吗？那个 AirPod，最近我身边的人那个 AirPod 掉到水沟里面，真的是心很痛。就是 AirPod 3很强AirPod 3其实现在是可以带上去，然后跟外国人讲话的，假如你讲中文，他讲意大利文，他意大利文也可以自动在你这个耳机转换成中文再播给你这样，所以等于说完全不用去想那种语言的问题，但是你也要会讲，不然就把它打一打，然后按跟他讲。我最近有被推一个日本频道今天要讲别人的频道吗？然后每次在直播上面讲别人的频道不好，但这跟投资无关啊，我觉得可以讲。有翻译，有 AI，未来还有 AI 眼镜，现在好像有了不是 AI 眼镜，就是现在眼镜可以录影用第一视角录影，好像有了。小米吗？还是哪一些公司有出了？我最近我不知道，反正我先讲，就是我看到一个 YouTube，好像他们不是就是一个 YouTube 一个女生，她是在北海道，然后租了一个老房子，然后就翻修那个房子，然后他就记录他的生活。那个频道成长很快，已经5万订阅了。红鱼帮可以推荐给你，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知道你有被推到，你有被推到吗？没有的话，我再开给你看。他频道叫什么？我好像也不记得名字。但你要讲的话，我可以去找一下，因为我今天在看他影片。有，你有被推荐到？叫什么啊？叫什么？那看来我们追踪的东西差不多他最近是窜红吗？还是你除了打球之外，你都在火网，你都活在 YouTube 上？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他今 h e l 天 l o h e l l o 大家好。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夫妻，不对，不对，不对，你跟我看的不同一个。夫妻的那个我有看到，夫妻的我有看到，但是他不是夫妻的，夫妻的是小什么什么日常是吗？小伙伴日常，小伙伴日常，你应该是看小伙伴日常。哦，对对，他们，但我看的那个是一个蛮年轻的女生，然后感觉是中国人吧，中国人可以播吗？应该可以吧？应该在
推荐别的频道，帮大家增加订阅数，应该是好事吧？好，那我播一下好了。8:59，可以再闲聊一下，闲聊一下，等一下再开始。我找一下。哎，有画面吗？我按哦，哎，转场。目前看很多，有吗？现在有画面吗？有吧？这个 Hide Max，目前看很多张修修，哎，张修修我有看哎。我现在，哎，你上次应该没有看到我直播，我现在直播已经变成双荧幕了，所以应该会少了比较多那个切画面的状况。但是我还是不太会用 OBS，就是那个工作室模式还是不太会用。小伙伴日常，那叫什么？小伙伴私场吧，那去那个买北海道对吧？小伙伴私场，就是买了一个房。张修修我有看，啊，先不要提及其他的频道。好了，9点了，要开始了。其实也没有很严肃啦。左上角那个人数就是新功能，我就可以不用一直切到后台去看有多少人。然后在这边我可以打字吧，试一下。开始，这样有吗？好像没有哎。哎有，开始。等一下，投一下画面。还是练习一下那个工作室模式怎么用好了。好了，应该有画面吧？这是这周的账户状况，都没有加仓啊，没有什么机会加仓，是 GOV 253股，然后 SPX 是57.53股，然后资金所谓看起来是有创一点新高，但是这个也没有很重要。然后来看一下 Trading View 好了，看一下行情。先看什么呢？那就先看 SPY， 先看 SPY 创新高啊，但是最近都没有跌到1%的状况，所以我就都没有持股，对吧？都没有那个加仓的地方。然后我是 DCA 加 BTD 嘛，所以都没有 BTD buy the dip 的机会，就是跌1%的机会。那 DCA 会在那个第3个礼拜五，看一下16号这天会做 DCA， 画一下好了，以免会忘记。16号这里会做 DCA， 然后切一下那个指标好了，看一下投资计划的指标。对，这边都没有，最近都没有机会做 BTD， 它会在这一天做 DCA。然后看一下0050好了，应该比较多人是持有0050。哎，0050的行情这边就要讲一下，这边我准备一下，0050创新高啊，台股目前3万点，这个向下，哎，要交叉没有交叉，果真往上走，直接创新高。台股目前3万快3万1哦，快3万1，0050也是爆干涨。记得上次我的那个什么直播有人是持有那个的0050正二的，那这边不免俗的就来看一下我们上次的影片是怎么分析0050的。
我还要剪出来哦，我还要把它这个剪出来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到我那个上次直播影片，我不知道有谁在，但是我就是有讲了这个影片。那我们先看一下之前我的分析0050是怎么分析的。等一下，影片打不开，还是有点小累格，网络不好吗？后面不会动了，先看我帅气的脸庞一下。哦，有，0050，我看找不找得到那个影片。是直播吧？看，然后我那时候前几集的直播，其实也有一点那个，这样排骨咯，0051跟鬼一样哦。哎，是这个吗？哎，看起来不是。12月20号的影片，我找一下。12月20号，是影片吗？哎，这个哦，这个是拍影片记录的，这个是拍影片记录的，想起来不是直播啊，是看影片记录的。贴一下画面。大家可以复习我那时候是怎么讲。那时候是拍影片的记录，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0050那时候我是怎么记录的。我下面影片做完都会标这个时间轴，可以先按这个时间轴去看一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当初是怎么分析的。0050的状况是，画质怎么有点差啊？密集成交区在这边，其中一个很下面的，下一个在这里，这条62，对，差不多这里，这个刚好就打到密集成交区，是62往上反。那这个刚好，我们一样先拉头价。我在技术分析的时候很常看到这个状况，未来5天20 NA 抵扣之前交易周很常看到这种状况，通常都是会在。等一下，我发现画面没有动哎，还是有在动？再走一大段很长的，好像没动哎。等一下，重新截取，重新讲一次，讲这么好。接近一个快要交叉但没有交叉，这种状况我重播一次。0050的状况是密集成交区在这边，其中一个很下面的，下一个在这里，这条上62，对，差不多这里，这一个刚好就打到密集成交区，是62往上反弹。那这个刚好，我们一样先拉口价。我在技术分析的时候很常看到这个状况啊。未来5天20 NA 的底构从这里走到这里，现价应该目前都是比它高的。20均线跟60均线接近一个快要交叉但没有交叉，这种状况我在之前交易周很常看到。这种状况通常都是会在走一大段很长的行情。如果要交叉没有交叉，最后又走出去，通常真的没交叉，这样就会走出一段很大段的行情，就是一个新的上涨趋势的开始。那60年底扣就在这里，120年底扣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阻力，100什么 AA 都右上角运行，所以现在就0050台股就是一个很好的加码点位。对，密集成交区也只有62这里，再往上这边一小段，再往上其实都没有什么密集成交区，所以这边我觉得台股很容易又开启一个向上的行情，我觉得啊。好，那就讲这么多啊。好了，就讲这么多。这是我12月20号的影片分析0050的状况，完全精准预测。那一样回来讲我们的行情。
切一下画面。好，那看一下0050还是已经创新高了，但还是看一下。先拉一下这个成交量分布，应该成交量分布都在下面啊，目前也是完全没有压力，完全没有压力。然后再看一下均线会怎么走，均线目前因为这种刚冲上去的行情，其实均线都不太会影响，除非就是乖离太大，就是价格跟这个均线的乖离太大。你看未来5天后的一样20、60、120的抵扣价都在均线下面，所以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压力。诶，有画面吗？应该有吧？等一下，有。所以0050有的话就拿着，但短期的回撤没差，就拿着。而且它是直接跳空，你自己看它这个跳空跳这么大，上次有说了嘛，这个缺口我觉得可能会下来碰一下，看碰一碰还是会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话有0050的一样就继续拿着。2026年我对这个台股的看法，以这个均线目前的位置，我觉得人家有统计嘛，就是通常牛市通常就是走3年，但是我觉得今年应该状况不太一样，我觉得会走到4年，会走到4年。就是牛市，我觉得台股依旧乐观啊，大家不要恐惧，目前的也没有太多恐慌情绪出来，所以就拿着。那看一下 SPY 刚刚讲过了嘛，那还是回来拉一下那个，看一下未来均线的状况怎么走。均线20日会从这里走到这里，所以一个均线往下的抵扣价往下走的话，那现价比抵扣价高的话，这个均线容易又再往更斜的往上斜率往上冲，所以 SPY 高几率又是在往上走一个好大行情。会往上走啦，会不会大行情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应该一样没有压力，那个一样会往上走。那60呢？60在这里走到这里，但是不久后会跳到上面，所以但是先看下一周角，从这里走到这里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就是60NA 一样持续往右上方运行。120NA 从这里走到这里，离现价也超远，所以120NA 一样往右上方运行，所以这个没什么好分心的。然后看一下 QQQ。看一下 QQQ 就没有走的那么好了 ，QQQ 就没有走的比 SPY 好，因为目前那个 AI 的估值太高了，其实大家都还是有一点恐惧的状况，而且就是大多数的人分析 AI 目前确实太火热，而且他们要先干嘛？要先盖什么资料中心嘛？NVIDIA 说他要盖什么资料的中心，所以感觉要有更大的突破，应该要等到它落地的时候。Pan 嗨，又是只 Snoopy 又跳出来了。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QQQ 会怎么走。一样先拉个抵扣价，看一下未来5天，1、2、3、4、5， 20日的抵扣价从这里走到这里，所以20NA 往上翘头，应该会把价格顶上去哦。那60的话，再从这里走到这里，所以目前现价都比它高，所以60NA 往上走，这里要交叉都没有交叉，大家认真看一下，这个20NA 跟60NA 从到这边从来都没有一个交叉，都是这种实线对实线，虚线对虚线，虚线是 EMA， 那实线是 SNA 都没有交叉，所以 QQ 现在也是很稳的，都没交叉，就是要交叉没交叉，我刚刚讲了嘛，刚刚0050讲了嘛，就是会再往上走一大段行情，那我觉得 QQ 也一样，只是时间还没到，可能要等到这个60NA 往这里走到这个往下掉，看一下这样几天，算一下那个几天，我觉得60NA 至少要先到这里，然后往下掉。帮大家算一下日子啊，日期范围现在在这里嘛，所以1走到差不多这里，然后再往下掉，2、3，这个就往下掉，最大在这里，在21天交易日左右，21天交易日左右。那从今天往后拉21天
15根 K 棒，24天，2月2号，目前 SPY， 哎，真的哎，哦，感谢你，感谢你。那重新讲一下 QQQ， 哎，如果有2个萤幕还是会发生没有切画面的状况。感谢你红鱼帮。那我重讲一次 QQQ， 你有持有 QQQ， 所以我讲一下。先看一下那个抵扣价的部分，抵扣价未来5天往右边走嘛，1、2、3、4、5，所以20日会往下掉，掉到这个最底这个。那因为现价比抵扣价还高嘛，未来5天的话，那20年会往上翘头，这个10色的白色的这个线会往上翘头，那就会把价格顶上去。但是我觉得真的要往上破就是创新高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看60，因为60的抵扣价在这里走到这边之后，会有一个往上走到这边，至少要等它从这里跳下来，跳到这边抵扣价往下跳的时候，我觉得这边才会没有压力。那我刚具体算了一下，跳到这一天还要15根 K 棒，大概21天。所以差不多是1月30、1月底的时候，2月初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 QQQ 才会正式的往上走。而且刚刚0050我也说了嘛，就是要交叉没有交叉，所以这边 QQQ 的状况也是，你看认真看他们的20 NA 跟60 NA 都没有交叉，都快交叉，这里快交叉嘛，但往下走没有交叉，要交叉没有交叉，这种就是会往上开启一个更大的行情，所以 QQQ 也是拿着。那目前它走的没有 SPY 这么好，就是 SPY 已经创新高，大部分都往上创新高，是目前就是因为卡在科技股的估值还是太高了，就是那个 AI 的估值还是太高，还是要等到它落地的应用，就是他们要到显著的应用的话，他们说什么需要什么资料中心要建制好吗？还有什么真正我觉得2026可以期待一件事情，就是那个 AI 实际在物理层面上面应用，我觉得最有可能目前发生应用就是那个自驾车，就是特斯拉跟那个 Uber 也有跟一家公司合作，它是用光感应的，跟那个 FSD 跟特斯拉的技术，特斯拉是用 AI 的嘛，那看哪一个会先实现这件事情，只要先实现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家公司就真的会彻底改变这个生态，所有的物流啊，所有的运输啊，什么开车啊，都会。我觉得都会搬一个层面，所以目前要买车的也要想一下，我觉得真的可能在几年就会落地了。FSD 好像在美国某些道路有一些影片已经释出了，真的可以这样开就是那个真的人都不用动，然后那个无人计程车好像在那个什么中国吧也有我是觉得蛮扯的，就是我还能想象那一天的到来，那时候大家都不用开车，然后什么那个车祸都变很少的状况。这真的很神奇啊！那再看一下那个成交量分布，看一下成交量分布 ，QQ 成交量分布，拉一下1年的成交量分布。这里，QQ 目前就是在最大的密集成交区，这根白线通常就是最大密集成交区的意思。然后目前就是在这个点上，目前是站上哦，所以我觉得一样。又没画面，等一下，我都没有动，也没画面，我的头怎么会动？画面不会动。有了。好，我现在讲一讲，我就要随时注意我的画面有没有在动。好，拉一下这个密集成交区。我想到是不是我要先放大我先放大一下，研究一下这种放大。苹果还是很不会使用，这样吗？我也是最近才开始使用 Mac 所以很多东西我也还在摸索的状况。整个萤幕 OK 有了，那我再重新截一次画面。好，应该这样。那1年的密集成交区呢，在这里，差不多就是621.5这边。然后目前现价呢是价格目前是比这个还高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维持刚刚的那个讲法，就是60年的抵扣价目前在这边嘛，走到这一根往下掉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可以做一个加仓 QQ 的动作，那时候我觉得就会创新高。
毕竟它的均线要交叉没有交叉，20年内要交叉没有交叉，所以我觉得 QQQ 目前我觉得可能这边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嘛，就是横着走多远，竖着就有多高。我觉得这边累积的那些量能，要是一次就往上冲过的话，可能真的会冲很大一大段。好，那 QQQ 就讲那么多，然后换讲 SPY 0050 QQQ 都讲了，还有什么没讲？看一下VTI 好了。VTI 是全美的指数啊，就是投资整个 Total Stock Market， 所以就是没有再分什么前500大或是可见要投资整个市场就是 VTI。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它也是创新高了。这是什么？拉不一样。未来5天一样，抵扣价往下右边掉下来，然后60的话从这里走到这里，目前现价都是比较高，所以一样继续往上走。所以 VTI 跟 SPY 一样啊，就继续往右上方运行，都没有什么压力，好像没有什么好讲的。那讲 BTC 好了啊，先讲那个恐慌指数叫什么去了？我忘记恐慌指数的，为什么我之前有放在这里？我之前因为这边只能放30个，所以我有时候在研究其他股票就把一些删掉。我们看一下恐慌指数，还有一些经济数据好了。看一下 VIX 就是，所以你看，目前创新高，但是恐慌指数创低，低到这么夸张，所以目前的其实大部分市场都是不紧张，所以就是市场现在对于未来是很乐观的，就是如果像这种往上冲这种，就是大家才会恐慌，所以目前大家对市场都还是很乐观的，所以我觉得有部位尽管现在创新高，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就拿着。然后看一下美元指数，美元指数目前走的也是很弱。那美元指数弱呢，虽然投资美股会有一些汇率汇差的问题，但是我长期会把资产放在美国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虽然说美元指数往下走，然后美元比较弱，但是美元比较弱的话，其他的东西的定价力就会比较强，所以就是美股就会创新高，所以同样的你也赚到那个美股的钱。然后目前看一下美元指数的话，往上小翘头，然后未来5天的那个抵扣价往右下方走哦。有画面吗？有，抵扣价往下掉，然后目前会比现价还高，然后60的话也会哦，120呢也会哦，那感觉美元准备要往上靠了我们认真看一下，假如走到这里的话，看一下120从这边掉下来的话，然后60在这边，所以简单来说呢，美元要是可以走过这个位置，短期的高点就这个位置嘛，这个位置要是跳过了，美元可能往上冲，但是也是要看一些那个经济数据，黄金，黄金跟我今天想要讲的有一只股票有一点关系，看一下黄金，金价目前是超高啊，而且那个什么白金啊那些东西都超高，因为像那个黄金是用美元定价的嘛，那美元走弱那个避险，应该说现在那个美元走弱，然后金价被定价会比较高嘛，然后那个包括目前 AI 泡沫的那个情绪，那个黄金倒是大多数投资者的那个资金避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不太相信美元的时候，就会把钱，或是那个恐慌的时候，都会把钱投到黄金里面，所以黄金目前创高，所以，但是我自己其实是
没有这么会投资一些，就是不动产跟贵金属，我自己是没有在我的投资逻辑里面。就是我自己投资的话，我还是会习惯去投资固定收益的东西，或是那个权益类的东西，就是股票，就是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现金流，就是背后真的公司有那个现金流在运作，然后真的会返还到这些股票往上冲的那种。所以这种贵金属跟房地产或者这种不动产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就不会去投资，我还是喜欢投资有现金流的公司。像什么 ETF 啊，或者是股票，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商品。好，金价也是创高啊，但是也是来看一下它的抵扣价。目前也是没有压力耶，目前也是对没有压力，60、120都未来5天，目前现价都比他们还高，所以也没有压力。然后大多数东西都在创新高，哎，现在要是手上是现金的，应该是最惨的。然后它的那个密集成交区在很下面，然后再往上一接到这里，也是离很远，所以金价目前我觉得一样会继续创高。然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看的，我想一下，看一下经济数据。那经济数据我要先切一下经济数据。明早打球，先睡，拜拜。OK，你6点要打球，很辛苦了，拜拜拜拜。来看一下，每次要直播前这些东西应该都要开好，但每次我都会忘记。我现在还没有直播到很顺啊，所以还是要再练习一下。现在有16个人哦，这么多。等一下，我来点名了，又来点名了。要确定大家是不是机器人的时间到了。差不多啊，今天快讲完了，后面就跟大家聊聊天。今天怎么这么热？等一下啊，嗨，偏偏，我休息一下，喝个水。我贴一下那个啊。其实我今天直播后段段是要，我今天的标题应该叫做2026年，大家觉得是牛市还是熊市？还有就是2026年推荐的股票有哪一些？奇怪，它要改版了，所以我不太会用了。有一些网站都会改版，那我都会不知道怎么看。哎，我切一下画面好了，就是牛市 ONDS 是什么？永远的神吗？那是 YYDS 吧？我不知道 ONDS 是什么。你说最看好的股票是 ONDS 吗？我没听过 ONDS 呀，等下可以看一下。财经日历，我记得它这个可以选本周，它是可以选3颗星的事件呢、现在都不让我选。哦，对，高。哦，我通常都只看美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哪一些经济事件需要注意。我们先看本周，本周有 PMI，预测是52.9啊，开出来是比较低的。非农就业开出来是比较低的。然后我看比较重要，初挺失业金人数预计这么多，但开出来比较低。然后非农就业指数开出来是比较低。但感觉这个开出来的都比较差哎，开出来的那个数据看起来，画面没在动啊，再讲一次，就是看一下这个是本周的经济数据状况。
非农就业的变化比预期的还低啊，比预期的还低。哎，预测是49嘛，然后公布是41，然后有点到。这经济数据可能之后再教大家怎么看好了，因为其实要看这些数据，其实最后其实大家关心的就是到底会升息还是降息，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会影响市场的。然后这些什么失业率要是越来越高，就大家没有办法就业的话，那个利率就会降低。所以其实最重要都要在关心那个 CPI 啊那些。啊，经济数据我们大家看一下，然后看一下下一周有什么要注意的。哎，下周就是你看 CPI 要公布，然后 PPI 还有初请实验精神数也还会再公布。对，下周这个经济很多人都会盯着这个经济数据在做交易的，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经济数据。好啦，那我们就讲今天的主题好了。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哎，我记得这是不是可以开什么什么投票？但是我不会用加吗？哎，发起问答活动，大家觉得2026是牛市还是熊市？哎，这样有吗？这样我发出来吗？这个发出来会长什么样子啊？哎，它是在聊天室的最上面吗？来，大家觉得那个2026是熊市还是牛市？偏偏你觉得是牛市？ONDS 是你2026最看好的股票吗？还是 ONDS 是一个谚语啊？我没听过 ONDS，偷查一下，都查一下。哎，是一只股票哦，无人机的股票。哎呦，没听过哎。那来看一下 ONDS 好不好？来看一下 ONDS。你看好无人机吗？它是怎么样的无人机？是用在哪一种？空拍还是什么什么地方的无人机啊？你有去关心吗？所以你有买吗？还是没有？无人机应该最广泛应用还是运用在国防吧？还是用在哪里？我的那个又不能点了，好奇怪哦。等一下，重开。应该无人机运用比较多在国防吧？切一下画面。ONDS，哇，也是这边低点也是，就是混了很久，一路往下跌，然后这边混了很久，然后涨上去。好，我们先看财务表现好了，我们先看财务表现好了。ONDS，等一下，我现在打的字又跳不出来了，不行的，这直播问题还是有点多哎，还是我那物语打要先关掉才会有，看一下。哦，可能是这里。看有吗？好，我们来看一下 ONDS 的股票。先看一下 ONDS 是做什么的。先看个 summary。等一下，我需要翻译，英文不好。我们开一个翻译版的。
哎，画面没动，被我抓到，重新截取。我大概先看一下，专注在什么？这个 4Max 软体定义无线电 SDR 平台。关键物联网的应用程式。该平台增加了铁路、能源、采矿、公共安全等行业的安全可靠的频宽连线。然后目前他们在开采什么？专门开发自主无人机解决方案，产品包括什么 Optimus System， 它的主要是在收集空中资料的收集。综合敌对无人机的反无人机系统。技术用在国防、国土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其实投资那个就是这种国防股，我觉得或者这种用于什么国安的股票，我觉得都蛮稳的，因为再怎么样，这个政府都一定会买单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财务表现。财务表现，用英文看财务表现好了。有画面吗？看一下。有。我们接 TTM by quarter 好了。原本的这是先看收入，先看 total revenue。看这张图，看这个图应该比较准一点。有目前的那个收入有在往上走，有在成长。然后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total 收入是有成长，然后扣掉成本的话，它的毛利是这些。原本这里快要没有毛利，然后现在毛利有涨出来，所以代表慢慢的有赚钱。但是它的费用是不是出了一点状况？那个 Pan 还在吗？Pan 你看得懂财务报表吗？现在有人在聊天室吗？还是我在这边自嗨？应该是有画面的吧？有，我看应该是有画面的。没人理我的时候，我都要先回去确认画面有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是费用有画面。费用的话，这家公司的费用有一点高所以这家公司简单来说呢，还没有开始赚钱。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家公司目前都还是亏钱，就是这个是 operating income，就是，我前几天有讲一个那个面店的故事嘛，就是呢，我把它解释成一家面店的话，就是这家面店目前卖面是有赚钱的，然后扣掉那个面团呢，也是，假如以2025 12月来说的话，那个卖面赚的这个24.7块，然后扣掉面团的话剩下8.3，然后扣掉一些你要推销面，然后你要研发怎么把面做得更好，对不对？还有一些那个水电瓦斯扣一扣呢是负43.6。这家店目前还没有完成结构性的盈利，就是所以我认为它还不适合投资。但是你说那股价是往上走，那就是有梦本梦比，大家听过本梦比吗？有梦最美，就是还没赚钱的时候就要先投资它，它赚钱你就会赚更多钱。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符合一般人投资的逻辑？我喜欢的投资逻辑是这家公司本身就要赚钱，然后我投资它，它再去赚更多钱。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投资模式，所以它目前还没有完成结构性盈利。好，那再看一下其他地方。对啊，没有办法，你看都是亏钱，目前这家公司的财务表现还是亏钱哦。那个银行也都是亏钱，看一下都是负的，所以呢，2026它究竟能不能翻身呢？大家再关注一下。好，看一下那个资产负债表，现金。等一下，为什么现金跟短期投资为什么突然变那么多？现金跟短期投资突然间变那么多，要注意一下，为什么他现在满手都是拿着现金呢？他们拿那么多现金要干嘛？对，他们的流动资产突然间变得很多，究竟是发生什么状况？我看一下，真的就是拿着一堆现金跟短期投资。短期投资可能就是会投资一些票券啊，就是还没拿到钱的那些应收账款那些东西，所以它
目前手上满手都是拿着现金。哎，看不懂这家公司在干嘛啊？哦，看一下他们的那个 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量表，还没从那个就是本业赚到钱嘛，所以他们的还是在烧钱的阶段。可能这种公司都是花很多钱在研发吧，我猜一下他们研发费用到底是花了多少，不然怎么会搞到去亏钱？有，你看这个 R&D 15.4，然后这个要怎么翻译啊？看这个啊，销售一般管理费用36.5，研发费用15.4，其他营运费用总计51.9，所以这里呢 total 加起来就要花差不多快100了。然后你总共最后的毛利只有8.3，再扣掉到这里，所以只有40都是负的。这挂号就是负的意思啊，所以还没赚钱。哎，画面又跑掉哎，再按一次。所以这家公司还没有达到结构性盈利，就是我通常会先从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营业收入呢，你的本业至少要是正的，然后慢慢越正越多然后收入也越变越多，然后你的费用率呢越变越低这样，然后那个成本越变越低，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好的趋势的公司。然后看一下他们的现金流，来自营运的现金都还在亏钱，然后投资呢也都在亏钱。所以呢，这个赔钱货融资现金，他们发行了普通股，拿到了一堆现金。他们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发股票，你们买我股票，然后先增资买股票，然后大家买我股票，我就满手的现金。这些现金我要拿去做什么？还不知道，目前从财报上面没看到，可能就是要做他们那个无人机方案，会不会成功还不知道。但我比较喜欢的投资模式呢，是那种已经成功的，我比较喜欢投资。就是财务报表，大家一定要看得懂，因为你可以看出一下他们的怎么做生意的，怎么做生意这件事情从财务报表上面可以看到。我比较喜欢那种，第一个呢，就是他先收你钱啊，这种营业模式，我是最喜欢的。像什么 Netflix、Spotify，影片都还没出就先收你月费，对不对？这种就是最好的商业模式，先收钱的，然后因为有钱，他们有现金流就可以拿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先收钱的这种订阅类的商业模式是很好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他们已经公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已经钱砸下去，然后他们已经一堆订单，等那些去消化那些订单，他们的等于说他们这个商业模式已经确定有钱了，他们只要愿意做，就是会赚到钱，然后已经一堆人积订他的订单，这种我也很喜欢。但是这个呢还在亏钱的这种公司，我觉得要去投资，大家要想一下，是不是你投资的是那个梦，而不是投资它真的赚到钱啊？所以 ONDS 的财务状况比较差一点。但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股票的表现，目前是创新高，未来5天的那个抵扣价完全没有压力，都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只有发股票，然后大家去买他的股票，去认购他的股票，他就已经长成这样，代表他讲了一个很漂亮的梦。但这个梦会不会破掉呢？会不会真的落地还不知道。好，那个就是 ONDS。好，那要讲 ONDS 要讲一个东西啊，今天终于开始讲我的主题了，就是我做了一个研究，算研究吧，看一下。就是我最近订阅了一个服务啊，就是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个我之后会拍影片跟大家解释这个网站这家公司在做什么。它每年呢都会发一个叫 Top 10 Stock for 2026，每年都会发一个，所以他们去年是有发那个 Top 10 Stock for 2025，但这个东西是订阅的，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看。但是呢，我有截取一下里面的一些统计，他们有2个服务呢，第一个服务就这个 Premium， 你去买他们的 Premium 或 Pro。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我刚刚用它解盘的这些财务数据，就不然里面有付费，然后只能看5年，就是会被打。然后第二个呢，是你用他们的服务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叫 rating， 他们这家公司会自己针对这家
公司做5个评级啊，这个5个评级我也会拍影片跟大家讲，因为这5个评级对于分析股票来说特别重要。分别是这个 valuation 是估值，估值就是大家对这家公司的看法啊，它的成长性啊，它的那个获利能力，它的动能，还有 revision 就是这比较难解释，就是算他们的分析师对它的预期跟修正，这叫 revision。好，那他们会从这5个评级呢给这家股票一个分数，那最后他们会用这个分数去说这家股票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投资这样。那他们这个就是一个量化团队在做的事情。那他们这个量化团队做出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个网站有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就是你可以看它这个 rating。第二个呢，他们有一个功能叫做 Alpha Picks， 这我之后也会拍影片跟大家讲。这个功能就是他们会选标的，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啊。他们自己是他们选的，然后这个要是有 close 有写，就是他们在哪一天卖掉，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报酬率有多少，然后他们的跟 SPY 比的话会赚钱还是亏钱这样。然后他们目前呢报酬率是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2022年中吧。到现在是280.11%，那 SPY 呢是83.87%，所以他们是把那个 SPY 的绩效按在地上打。那他们具体怎么选的呢？他们就会在每次的时候发这个影片，发这个文章，跟你说，为什么会选这个股票？为什么会选这个？为什么会选这个？然后他们的那个整个量化团队的核心人物呢，就是这个，有画面吗？没画面呢，等一下，没画面哦。那我再讲一次刚刚那里，就是他们 Alpha Picks， 刚刚讲 Alpha Picks 嘛，他们自己会选股，然后目前他们的绩效这样，他们买卖的那个 performance 都是完全秀在这个网站上，你有订阅这个服务就会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但这个服务蛮贵的，所以要订的人，我可能会拍影片跟大家讲，你什么样你适合订这个，然后你怎么样不太适合。然后，这个绩效它都列在这上面。然后目前他们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服务，然后到现在他们绩效是280.11%，然后 SPY 是83.87啊。然后这他们的目前的持股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他们的量化评级也都会写在这里，他们持仓多少都会写在这里。然后他们的团队有一个核心人物就是这个 Stephen Kress，是不是叫这个 Stephen 都很厉害？这是他们的那个 Quant Team 的那个头吧。然后还是这个 SA 就是 Thinking Alpha 的量化分析师，他每一年呢都会发一些文章，然后他每年今天就是要讲他这一篇文章，就是 Top 10 Stock for 2026。OK， 等下就讲他这篇文章，但是这个都是付费的内容，那你只要订阅 Premium 就可以看。然后 Alpha Picks 呢比较贵，要再另外花钱再订阅。那我今天就是会讲一下他这一篇文章，因为他这一篇文章有把他2023就有选这件事了，做这件事，2024、2025、2026都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可以回顾一下，这个人是在胡乱，还是他真的有料？因为我之前说，一个主动基金经理人，一个主动基金经理人要打败大盘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个量化团队呢，他做到了。好，但是他们的内容呢，有一点要付费，我不太知道能不能公开。但是我有自己去算了一下他们的绩效，所以呢，我可以用我的那个画面跟大家解释我算出来的结果啊。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我帅气的脸庞。哦，讲话好渴哦，大家有在听吗？还是我在这边自言自语？我看左上角都有人呢，9个人呢。还在，偏偏你赚到了。今天这个是这个内容是要付费才能看的，付费解锁。那偏偏你觉得那个量化团队有赢吗？4年赢了几年？他们应该说3年，今年公布第4年的 Top 10股票，你觉得他们3年赢了几年？
好了，我画面准备好了哦，准备要看了吗？真相映入眼帘的时候，你们想躲也躲不掉了。讲讲，这就是我统计一下他们的绩效，能放大吗？好，看一下，他们在2023年1月5号的时候呢，发了这篇文章，My Top 10 Stock for 2023。好，然后从2023年1月5号到2025年12月31日，他们就讲了这10只 ASC、ENGIY 什么 HDSN 都没听过，没班长听过的，讲一些什么第一年发一定没人理他，不知道在讲什么小。然后，那我就是用 TradingView 呢，帮大家去拉了一下那个绩效，像是 SPY 前面就有拉嘛，从2023吗？哇，这个被我关掉了。从这里2023同期去买，1月几号？1月5号这里去买，然后到12月31号，就是我就统计到这里，12月31号，对不对？最后一天的交易日收盘价是12月29啦，所以就拉到这里，然后是26.41%，我就把它记录在这里，26.41%。那下面他选出的股票呢，我都去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看，假如1月9号买入的话，然后到1月5号买入到12月31号卖掉，那我就把它算出来，算一算长这样。那我这边像第一档就是亏了15.16%，超惨。第二档赢了34.29%，第三档34.5%这样。然后这样选，像他们选到这个 MOD 哦，还有这个什么 SMCI 哦，都直接翻这个翻倍，将近翻倍，这个翻2倍。然后这个 SPY 你就投资，假如投资1000美嘛，就会变1264.1美，对不对？那下面这10档呢，我就各投资100美的话呢，会变成这个数字。那你最后加起来，你会变成1724.26美。那换算回来呢，就是你的绩效是72.43%，也就是他们2023 Top 10的股票呢是赢这个 SPY 的。那我刚说他们第二个服务嘛，叫 AlphaPix。那 AlphaPix 呢，我也去统计了一下，因为他们那个绩效不好算，所以我就他们都会发那个 review 的文章，那我就拉最近2个 review 的文章去看它1年的绩效。像 AlphaPix 呢，他们在2022年12月21到2023年12月22的绩效是从这109.97美会变成173.87美，所以就是 58.07%。就他们 AlphaPix 这个服务做到绩效是这样，那也是赢 SPY 的，因为 SPY 只有 26.41嘛。那2023 1月10号呢，到2024 1月11号，他们这是 AlphaPix 的绩效是 54.27%， 所以呢，同期的也是吊打那个同期的 SPY， 蛮扯的。好，那讲完2023年，准备迈入了2024年。好，那看一下2024年，他们选出来右边这里是他们，等一下，我都没有画面，我还讲那么开心，那重新回去讲2023吗？我每次忘记切画面，很烦疯掉。现在知道那个什么鱼帮对我多好了，他都会跟我讲我没有切画面。好啦，那我再讲一次。反正2023 SPY 同期的那个绩效呢，在这里 26.41%。那他们选出来这10档，就是2023 1月5号到，它是拉到那个2025 12月31，但我自己算的绩效呢是到2023 12月31，因为你不能拉到今年嘛，今年你当初选的股票你就只为了1年，你不能把那个绩效拉到今年骗我们，对不对？所以我就算到2023年底。你去持有 SPY 投资 SPY 1000美的话，会变成1264美金。那你假如把这个是他选出的10档股票都投资100美金的话呢，你会变成1274.26美金，也就是它的报酬率是 72.43%。那 SPY 只有 26.41%。那我去找接近的那个他们 AlphaPix 的那个 portfolio 回顾的话，他们的绩效是 58.07%，或是 54.27%。就差不多50几%，
所以他们这个2023的 Top 10是直接绩效是吊打他们这个 AlphaPix 还有这个SPY 的选出来这10档。好，那看一下2024有画面哦，有。2024呢，我去看 SPY， 从2023年12月31号到2024年12月31号，SPY 的表现的绩效是 25.72%， 也就是你投资$1000就会变成2572，会变成12572，12572.2。那如果你照他这公布的这个10档股票去买呢？这里什么 APPIN、ISNPY 什么什么这些下去买，你一样，这10只都投资$100的话，他们这个 APP 涨了$721.7，是怎么样？翻了几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 APP 到底是什么。APP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选到这些东西的，他们就是用他们的量化方法去抓到的。OK， 他们我看一下，我们对一下哈。有画面。这个 APP 从2023 12月31号，我们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2023 12月31号在哪里？在这里。我做作业的时候拉的哦，从这里差不多。这边哦，拿到哪里？拿了一年到哪里？到这里，721.7%，吓死啊，各位，吓死啊！那其他几档呢？低下来这里，像这个 CLS 也是22%，NOD、RYCEY 都是将近翻倍。也就是呢，你假如投1000块，你到年底会变成什么？变成2269.35，也就是呢，1000块直接变2269块。那我去看他们同期 AlphaPix 的绩效呢，长这样，53.85跟54.27，接近的时间的绩效长这样。所以他们选出的这10档呢，你要是闭着眼睛用手拿着拿到年底又赢 SPY 了，又赢了。我说那个主动基金经理要打败大盘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哦，但是他们只要买进，完全不做任何折死，就光用他们这个量的话就选出来就拿着。因为他选这个是什么 ANF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当然这边我是听过这档股票，这里面我只要听过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就那个一直录那个衣服啊，很多人会穿啊，可是近几年我看台湾根本没人在穿。只有好事多有卖这种衣服吧。ANF 也涨了 70.88%， 到底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好，也就是他们已经连赢2年了，2023、2024。那2025他们会不会又赢呢？又赢，太扯了。那看一下2025的表现。OK， 2025 SPY 是 17.72%， 假如投资$1000会变成1177.2。好，那假如你投资他们这选出来这10档呢，在这里，我就统计了嘛，从2025 1月9到2025 12月31，你投资下来这10档都各投$100，到年底变1357.76，也就是35.78%比去年惨了一点，去年翻倍今年没有翻，只35.78%，但是一样干嘛？吊打 SPY。那他们今年的绩效呢？选出来这10档呢，就输他们自己 AlphaPix 那个服务了。AlphaPix 跑出来有 41.33%， 也是吊打 SPY， 所以他们选出来股票基本上都是把那个 SPY 摁在地上打。好，讲完这3年的绩效。聊天室我们要拍手一下。我讲完这个花了很多口水。我统计每一只股票30档，我自己用手拉的，拉那个绩效，我去那个 TradingView 拉的。聊天室有人要发言一下吗？有人拍手，感谢偏偏，感谢你为我拍手。所以我在我的频道有说嘛，就是我认为一个主动基金经理要连续要打败大盘很难，他还是连续打败大盘。但是他们的服务这几年大家知道吗？都是大牛市大多头，他们没有经历到牛市，他们会不会经历牛市的时候，他们还是赢大盘呢？那就不好说了。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已经有3年的基础了，所以我愿意相信他们。他们2026的股票也公布出来了，在这里，今天就无私分享给各位，赶快截图，赶快拍照截图。你们要不要投资再说嘛，对不对？但是赶快截图。
但是呢，我先说我的做法好了。我之前说我会变一个被动交易者，但是呢，我看完一下他们的东西之后，我觉得我愿意相信他们1年，所以先试1年。但我也不会把所有资金都投去买他们的东西，买他们报的股票，就我会分一部分我的资金，我目前还没想到多少，但我就想应该会是一半吧，会是直接把我资金这样切一半，然后去买这10档，就在这边。好，截图截完了哈，没了哦。也就是我2026年下个礼拜开始开盘，我就会把我一半 SPXL 的仓位清掉，然后呢去买他们的股票，然后就拿到年底，我就用亲身经历应该亲身经验，就是亲身实测给你们看，他们究竟是不是胡乱的。但是我只能说，他们高出去不是胡乱的，因为呢，我刚说了嘛，他们有那个 AlphaPix 的服务嘛，来看一下给你们看。等一下，切一个画面。这个我之后也会拍影片跟大家讲，我现在太多东西影片要拍了，都拍不完。因为我拍影片大多数其实真正录的时候我也都没有搞，然后录蛮简单的，但我会做一个那个心智图，然后照那个会有一些大纲，我就照着讲这样。但是我大部分都是即兴发挥，跟我这个直播一样。我刚说他们 AlphaPix 这个服务嘛，他们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会选这只股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要订阅这个服务？其实，第一个是因为我还是想要跳回去主动选股的，但是我选不赢，所以我先加入被动投资。我觉得大家要先认清自己选不赢这件事情，然后先去做被动投资。但是你一辈子不做主动选股，我觉得也没问题，因为其实拿大盘的绩效就会赢过大多数人。但是呢，我想要赢更多的人啊，所以呢，我要学习怎么去选股。而且我最近发现他们的策略啊，认为选股大于择股大于择时，然后择股呢，我看他们的择股的方法，我觉得一般人是做不到择股这件事情的。你如果是一般的投资者，你是做不到择股这件事情的。像我先说我今年比较看好的，好吧？我今年比较看好的股票，也是从他们这里面当中选出来，有2档，应该说2档，第3档的那个我还在看，有3档，我先讲3档，但是2档的资料看完了，还有1档还没看。第1档是这个 B 这家股票是做什么的呢？反正因为它这个是付费的内容，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这家它是做什么的，就是它是做一个这是它那个 B 目前的走势，没切画面，切一下。它是做原本他们这家公司是挖那个金的啊，刚前面我也分析那个 GLD 了嘛，金价目前创新高，代表避险情绪蛮强的嘛，对不对？但他们有第2个业务，这个 B 这家什么 Barrick Mining Corporation 它他们有第2个业务是要去生产铜这个东西呢，我也是看那个文章才知道，铜这个东西呢，对于 AI 的那个黄仁勋不是说要盖什么数据中心吗？对这个盖数据中心非常重要。铜这个原物料对于什么电气化这些东西非常重要。然后呢，它同时又有金的这个业务，所以它也能避险。然后，不然我们就看一下那个 B 这家财务表现，看一下这个 financial。刚我有开那个 ONDS 嘛，那你看一下这个 B 的这家公司的 financial 好了。TTM by quarter，也就是它每一个季度都是往加它前面3个季度的资料，像这个季度呢就是这4个季度，那这个季度呢就是这4个季度这样的资料。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total revenue 长这样，12336、12922、13305、13824、14604都有慢慢的一个成长往上，这是它 total revenue 的状况。那再来看一下它的毛利呢？毛利就是 total revenue 都是你
卖东西所产生的那些营收，那你要扣掉什么？要扣掉成本，扣掉成本才是你赚的，对不对？扣掉成本呢，那个毛利是42424961 5474 6083跟7019。Collect 在 Clubhouse 开课了，有空可以听一下啊，有空去听一下。他们那个会做成影片吗？会做成影片的话，我可以开完直播再回顾一下。感谢。那通常你看这个gross profit 的时候呢，你要看的是这个多少占 revenue 的几 percent。你看，假如它这一年，假如这样占，应该说你一个东西，你的总收入是100块的话呢，那你扣掉这个你的成本，你剩下赚38.39块。对，那在这一年呢，变成41.1444，然后48.06，也就是你这个成本的控制的越好，就是这个你每卖一个东西，你能越赚越多钱，对不对？那我们再看一下，等一下，我切一下。那 operating income 是什么？就是你的毛利会有 YT 的影片。OK， 感谢。那我直播结束会去追一下，有空的话我去看一下。那这个 operating income 就是营业利润，就是你的成本还要再扣掉什么？扣掉费用啊，就什么水电啊、瓦斯啊，然后研发啊，还有什么一些利 coco 的费用，就会是这个 operating income。然后也是逐年成长的，但是你要看它的那个比率控制的如何呢？你要看这里，比率控制的如何呢？36.82、39.13、41.83、46.82，也就是他们的那些费用也控制的很好，也都会赚很多钱。大约2-3个小时，凌晨2-3点才会上传。OK， 那我可能要明天才能看的，明天有空再看一下。所以呢，它的费用控制也控制得很好，这是一家不错的公司。它的那个，然后通常呢，我只会看到这里而已，因为它的业外收入呢，那我就不是很关心了，因为我觉得一家公司主要看它本业，除非它不务本业啊，它业外挣的比它本业多，那就要认真研究一下它的业外收入是什么。我不知道换成中文大家会不会比较好看呢？我也开一个中文版好了。然后这是净利息支出、持续营运的收入，你看也是持续的增高。然后这个是 EBIT 净收入，好像没有很好看诶，看英文好了。然后这是 Net Income，然后它会算一些比率，也都是不错的。好，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 Income Statement。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Balance Sheet， 就是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呢，你其实只要看比率就好。它大部分就有那个现金大概有10%，那应收的账款大概1.多%，也是他们的那个 Total Current Asset 差不多有这个比例。那看一下他们的长期资产，差不多这个比例，蛮健康的。然后看一下他们的短期的那个债务是这样，6点多%嘛，但是6点多%，然后他们的短期的应收在这里18点多%，所以他们的短期的应收是完全可以涵盖他们短期的那个债务的，所以是健康的。那长期的负债呢，在这里，然后这是他们权益的部分，也是57%，所以也是蛮健康的。那再看一下现金流的部分，画面没动，看看，那再看一次 balance sheet。我说 balance sheet 就只要看多少 percent 就好了，
差不多他们有10%，原本有8%，然后到10%慢慢往上增加。那个短期就是现金跟那个短期投资，就是流动的资产，然后再加这个，再加这些利利扣扣，这应收的什么什么加起来，就是短期的流动资产是这里，就大概都18、16、17、18%。那长期，这是长期资产的部分，占那个什么？哎，大家知不知道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那看一下他们的短期负债，短期负债是都差不多6%，那长期的负债呢20几、30几%，然后这个是普通股的部分，也就是他们的完全不会遇到一些什么还不出钱这种状况。那再看一下他们的那个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先看这个 cash flow from operation， 就是这里，也都是持续向上，只是越变越多的。然后投资的话，也都要慢慢都投资差不多2000多，然后融资的话呢，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做什么，有那个股票回购，每年都有回购，然后越回购越多，然后花钱在回购他们的股票，让他们自己看好他们自己的公司。好，那接下来看那个 rating 的部分，这是他们那个自己给他们这5个财务评级的分数。那第一个，我们现在看他们的估值，估值怎么看呢？这个估值在财务理论当中有几种方法，有 P/E ratio、EV 除以 sales， 还有 PEG， 然后 EV 除以什么 EBITDA、EV 除以 EBIT，PS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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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但这个要怎么讲呢？这个我觉得我之后可能要拍影片跟大家解释，因为这每一个比率要讲起来很累。但是总之呢，它估出来就是 B 减，目前是 B 减。但是主要要看这个啦 ，forward 就是它有包含那个他们分析师对未来的想法，都有包含在这个 forward 里面。然后 growth 呢，成长呢，基本上全部都是 A， 这个评级也是很扯，基本上全部都是 A。然后获利能力呢，也他们都是 A， 只有一个猪而已。然后 momentum 就是他们3个月、6个月、9个月、1年的涨幅也都是 A， 所以超级无敌健康这家的公司，这是我2026看好第一个看好公司，就是这个 Barrick Mining Corporation， 我在这一天直播的，看一下现在是47.81块啊，好累啊，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跟大家讲我第2家看好的公司。哇，还有人在听我直播吗？还是我在自己跟自己讲话？佩佩，你有在听吗？我伸个懒腰，哎，很热哎，我越直播越热。好了，这是我刚刚讲的第1家的那个看好的公司，就是这个 Barrick Mining Corporation。那我要讲我第2家看好的公司啊，第2家看好的公司也是他们 AlphaPix 这个新兴 Alpha 这个团队选出来的。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们的报告，分析师报告，我也觉得有料，真的有料。那第2家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真有听过啊，美光科技，大家有听过吗？美光是做什么的？就是那个记忆体就是电脑那个记忆体。但他们现在有说不要对什么什么一般的人卖那个记忆，他们现在要把他们的重心呢卖给企业，卖给那个什么？他们不是说要盖什么资料中心吗？那就是会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记忆体。那记忆体这个东西呢，就非常的重要了。画面没动。等一下，
OK OK，有了有了有了，有画面吗？有画面吗？确认一下。好，那我们来看美光这家公司怎么样。一样，先看它的这个财务表现，看一下财务表现。翻译一下。一样，先看它的收入。收入呢也是逐年递增啊，很可怕啊，逐年递增啊。那毛利呢也是毛利的话，反正总收入逐年递增，接下来就切到这个 percent 了。看一下这个，那怎么没动？弄掉了吗？用这里切看。毛利率呢，原本只有2.67%。我们先不要看一年的，我们先看这个 quarter。毛利率也是，那再看一下重新看一次收入好了。收入的话，TTM by quarter 是这样 ，total revenue 直接都成长，没有一年是衰退的。那再看一下毛利率呢，也是逐年往上攀升。那再看一下这个营业利益率，也都是逐年向上攀升。美光这家公司，跟大家介绍一下，表现的非常优秀，在这个财务数据里面是非常亮眼。那看一下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的话，现金跟短期投资差不多都12%，然后应收账款差不多十几%，也是11、12、9到11%，所以那个流动资产差不多加起来这样有30几%，加存货的流动资产差不多30几%，35左右。那看一下流动负债呢，差不多14%，所以流动资产是大于流动负债的，所以也是不会有那种欠钱还不出来这种问题。然后负债占了31.6%，那权益是68.4%，也是健康的，钱都是还得出来的。好，那看一下现金流量表，看一下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表不能照那个排好吧？那看一下，cash from operation 就是营运现金流量，也是逐年递增，所以真的都是从自己的本业赚到钱的。那投资活动哦，你看大幅度的投资啊，投资在什么？都是在资本支出上面，钱往那资本支出上面砸超多啊，可能都是在真的是投资那个什么厂房那些东西哦。那再看一下融资活动呢，有没有回购自己的股票？有小回购，融资也是喷很多哎。我们看一下翻译版的，看一下融资活动为什么有这么多？因为这两个加起来，他们的投资22嘛，那营运22，那投资15，融资4，所以这样加起来19，所以有点危险，会不会已发行的债务总？所以他们有发债，发债去拿到钱，那偿还的债务总也有在还债，所以他们等于说是扩大他们的杠杆，在做他们现在的这个专案计划，就是那叫什么？就投资那个什么什么基地那个资料东西，所以呢，这 MU 表现的很好。那看一下它的那4项数据的表现，你看一下 N 尼好了。哦，N 尼也是表现的也是屌打，都是超乎预期的。然后4项的数据在哪里？ratings
这里是 BAAAA， 所以加起来呢4.99也是超高的分数。哦，它这个还有一个功能叫这个后面没动，这个 Peers 可以跟它自己的同业比，像它会跟什么 AND、AVGO、AMAT、NVDA 跟 ALAB 都是它的同业。那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评分出来排多少，然后下面有他们的这些数据可以看。好了，那这个我就不一一带大家看了，累了啊！今天直播多久了？看一下，哎，有这么久吗？等一下，没有吧？我几点开的啊？有这么久吗？我几点开直播的？我看一下，8点多嘛，有那也差不多快2个小时了。好了，那这边就跟大家聊聊天好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哎，我们在看我直播的那个聊天室讲话一下。今天的比较生硬一点啊，因为带大家看一些什么财务数据的东西。但我这个之后也会拍影片跟大家讲最新的计划会是怎么样。那可能跟大家聊天一下，聊一聊，就差不多要休息了，也开了蛮久的了。今天也是有蛮多人参与我的直播诶。我这边看观看次数有418，所以大家应该都是有在看的。现在10点21分，你再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等等就要关播了。啊，直播到很热诶，明明今天那么冷。所以我刚刚说了嘛，我今年最看好的2个股票呢，第一个是那个 B，它是代号叫 B，第二就是 MU 应该会比 B 还好，但是这2档我觉得就是2026会走的最棒的股票。然后还有 AMD，我觉得也会不错，这3家好了，我就选这个 Top 3，来在今天的直播记录下来，看之后可能我来看今天直播的时候会不会被打脸。聊聊宜兰有什么好玩的？所以现在大家不理我哎，大家感觉除了刚开始的那个什么鱼帮吗？他比较会跟我互动，今天大家都很害羞。大家最近有看什么剧或电影吗？最近有点剧荒了，没什么剧好追的，有吗？大家最近有什么休闲娱乐可以分享的？哦，我今天去看房子，因为我现在是这房间太小，就是我有可能考虑今年4、5月要再搬家一次哦。我这个每个租约都1年而已，就要再搬，其实搬家真的很累。然后就是今天，但是我们租约是到4、5月了，所以现在看有一点太早，因为现在就算看到好的，这样我也不会跟他说我要，但就是我想去了解这个附近的环境有什么地方是值得住的。毕竟一个好的那个环境呢，也是会影响投资的，对不对？我想要有自己的一个直播环境啊，直播空间或者是拍影片的空间，就是因为我也想要买。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我影片的那个画质算怎么样？但其实你看到这个背景虚化呢，其实都是假的，就是不是那种正常相机的调出来的背景虚化，就不是用什么光圈调出来的，是好像我开启一些设定啊，它调出来的。但我也有考虑要不要花钱去买相机，然后去开那个光。哎，我发现我今天都没开灯哎，我开一下灯，让他觉得那个
画面会比较好看一点。没插电，等一下。江江，这样是开灯的效果，有比较好吗？然后这样是关灯的效果，好像本来就很亮哎，好像完全不用开灯哎。开灯好像还有点死亮，所以这个调色好像有就调不错了。好啦，都没人理我，那我差不多要休息了。反正就是啊，还没讲完故事，今天在看房子，然后就是感觉那个好的竟然都被订走，就是真的要选到大的空间真的蛮难，那个租金真的都要蛮高的，就是还是要多赚一点钱啊，努力一点，就是感觉现在的房价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真的蛮辛苦的，真的蛮辛苦的。最近身边也没有真的有人是真的是买得起房的，都是什么富二代，家里付头期款这种状况比较多。所以真的要学习投资啊，就是看有没有那个翻身的机会。但不是要赌一把，就是还是要好好的做好资产配置。但是如果你没有想要学习投资也没关系，但是就是要相信被动投资的力量，就是再怎么样你也要跟着大盘，对不对？也不要输太多。好了，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就讲那么多了，感觉啊，然后接下来1到5我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多开，然后1到5可能就比较没有主题，就会是 Q&A， 或是我今天看到什么我就跟大家分享什么这样。然后礼拜6的话，就是会主要会回顾我的账户，然后后面一样啊，就是在讲我看到什么东西，然后跟大家聊聊天。但是大家不一定都有时间追我直播，所以像这样就是没有人在聊天室跟我聊天的状况也是挺多，但我就这样自嗨没关系。好了，那今天感谢有参与直播的各位。好，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再见。今天先开到这里，布布。